他前腳剛發布全球最強的 AI 模型，後腳就甩出了一篇萬字長文。文章裡說 AI 已經危險到必須讓政府能一鍵叫停。你要是把這1萬字當成一個 AI 老板的良心發現，那就上當了。我把這篇文章他配套的立法草案還有他過去3年說過的話全對了一遍，对完我的判断是，這哪裡是什麼安全倡議，這分明是一张賬單，一張要全行業買單且只給他自己留後門的賬單。我先把話挑明了，免得你觉得這只是大公司之間的吵架。如果這份提案真的变成了法律，今天你听說過的一半的 AI 公司3年內從牌桌上消失，不是他們技術不行，是他們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被人提前買走了。你要是關注 AI， 押注 AI， 尤其是看好開源，看好那些2線小廠，看好 AI 創業公司，這件事直接決定了3年後這條賽道還剩幾個人。所以接下來的20多分鐘，跟你的判斷、你的錢包關係比你想的大得多。說回這篇文章，寫文章的是 Anthropic 的老板達里奧·阿莫迪 ，Claude 背後的那個人。文章名字很學術，翻譯成中文叫《論 AI 的指數級發展及其政策應對》，裡面分5大塊，從監管講到稅收，從科研講到地緣政治，洋洋灑灑。但你別被這5大塊給唬住了，真正新鮮的東西只有一個。過去這些 AI 公司談安全都是動動嘴，喊2句，表個態。這回不一樣了，他不只說要管，他親手把規矩都寫成了法律草案，還掏錢出來推。配套公告裡寫得清清楚楚，一筆3.5億美元。你先別急着說這就是買立法的錢，沒這麼簡單。這3.5億，2億是設了個基金研究失業問題，給智庫，給政策機構，剩下1.5億是獎學金。說白了，這是擺姿態，是告訴國會，你看，我不光提要求，我還願意為 AI 惹出的社會問題花錢，我負責任。這筆錢本身沒毛病，真正值得你多看一眼的是另外一個數字。有家專門盯遊說機構的查過賬，特朗普上台之後這5個季度，達里奧這家公司花在遊說上的錢暴漲了494%，同期的 OpenAI 也漲了將近1倍。你品品這個反差，嘴上談的是全人類的安全，手上幹的是把游說的預算翻了5倍。所以這件事的底色從頭就不是學術的辯論。要看懂這張賬單狠在哪，咱們得倒回3年前，看看這個達里奧當年是怎麼說的。因為3年前的他跟今天判若兩人。2023年、2024年那會兒，AI 立法剛熱起來，達里奧這家公司是什麼態度呢？是反對的，反對急着立法。他當年的理由跟今天罵他的人用的是同一套。他說，政府哪懂 AI 這麼複雜的東西，管多了既沒用又添亂。他還說，一項新技術的真正風險，往往等你看明白了，黃花菜都涼了，根本管不住。他甚至在自己的公司文件裡寫過一句大實話，他說，你要是給自己定一份死板的安全清單，最後大概率是95%的力氣都花在了根本不重要的地方，真正的風險反而是沒被這份清单管住。你聽听，這話是不是跟今天罵他的人一模一樣呢？所以2025年他們支持什麼？支持透明度，就是企業自己公開安全流程，公開測試結果，出了事自己上報，僅此而已。當然加州、紐約那幾個法案
走的全是這條透明路線，理由也很正當。他說，等風險真的看清楚了，咱們再用收集到的證據去立一部精準的法。聽着挺審慎，對吧？可一到2026年，畫風突變。他在這篇文章裡說，現在風險已經明明白白的來了，所以要從透明度一步跳到強制監管。要讓政府有權直接叫停一個模型的發布，從我先看清楚再立法，到現在就得給政府生殺大權。這個180度的大轉彎是什麼東西？3年裡把它掰過來了呢？他說是因為出現了一個鐵證。但是朋友們，等等，就是他口裡那個讓他翻盤的鐵證本身就是個大問題。我把這鐵證攤開給你看，你會發現整件事從根本上就不對勁。這個我留到後面專門講，那才是今天最硬的一塊。咱們先看他要立的這套規矩，這條生死線到底畫在了哪？他主張照着管飛機的辦法來管 AI， 模型大到一定程度必須送去強制體檢，體檢不過關，政府有錢攔着不讓發，就算發了也能給你強制下架。听着很負責，对吧？可你对比着看才有感觉。就在6月2號，特朗普政府剛簽了一道 AI 命令，走的是另一條路，全程自願鼓勵企業配合，不搞預先審批，出了事主要抓那個幹壞事的用戶，不為難開發者。你看出區別了嗎？政府那版是軟的，給市場留足了空間，達里奧這版是硬的，能叫停，能下架，比政府自己想管的還要狠得多。一個 AI 公司的老板主動求着政府給自己上一道更緊的緊箍咒，這事本身就透着古怪。聽着負責，問題就出在那條體檢線畫在了哪？他提的那條線是按算力畫的，什麼意思呢？說白了就是訓練一個 AI 燒了多少計算量，燒的越多，模型一般都越大越強。他這條線就是用來卡那些燒算力最猛的大模型的。問題是這條線該畫多高呢？加州現在的法律畫在一個高度，達里奧提的比加州整整低了10倍。你可能覺得畫低的不是更寬鬆嗎？正好相反，畫的越低，網就越大，兜進來的公司就越多。加州那條線只罩得住塔尖那幾家。達里奧往下壓10倍，一下就多兜進來了一大批個頭小、正在追趕的二線模型。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你想想，你要立法管 AI， 照理應該把網收緊，只罩住最頂尖、最危險的那幾條大魚。可他偏不，他主動把網撒得更大，把這條線往下拉了10倍。為什麼呢？因為線越往下，撈進來的就不只是大魚了，那些個頭小一點、正在拼命追趕的二線選手，全被一網兜進了同一套合規重擔，而這套重擔對他自己這種家大業大的根本不算事。我給你算筆賬，你就懂這負擔有多不公平。給一個 AI 模型做一次像樣的安全體檢，市面價從16000到5萬美元。要是搞那種企業級的，常年盯着的，一年下來15萬到200萬美元。這還只是體檢費。歐盟那邊的罰款上限是全球營業額的7%。對那幾個巨頭來說，安全團隊他們本來就養着，這點錢攤進幾百億的盤子，連個水花都沒有。可對一個剛做出第一個大模型的創業公司，這就是一道跨不過去的坎。這還不算因為送審白白拖幾個月，錯過了市場窗口。這就好比開餐館，大飯店本來就有專職的衛生檢查隊，再加一條新規章，毫無壓力。
可街邊那家剛開張的小館子請不起這套人馬，乾脆就別開了。講到這兒，你可能覺得這是大廠和小廠之間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你別急，你想想，你賬戶裡要是有壓在 AI 創業公司、壓在開源這條線上的錢，這道坎畫在哪，直接決定了你看好的那家還能不能撐到上市的那天。這條線不只是別人的生死線，也是你那筆錢的生死線。這裡我得特別的澄清一句，免得你被帶偏。他這套規矩裡有個角色叫第三方檢測機構，專門給模型做體檢。你可能會想，那這檢測機構會不會就是他自己呢？答案是，恰恰不是。法律上，他這種被管的公司是被明确踢出檢測機構名單的，因為你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這種衝突太明顯了。真正有資格幹這個的是幾家專門做安全檢測的獨立機構，所以達里奧不是在搶裁判這把椅子，他搶的是另外2樣東西。第一，把及格線畫在只有他自己早就練到的高度。第二，出錢去推動這條線變成法律，這才是這套設計真正精明的地方。好，他那條往下壓了10倍，把網撒得更大的線，懸念該揭開了。咱們現在回頭看，那個讓他翻盤的鐵證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他說的那個鐵證是他自己公司的一個模型，代號 Mesos， 還有一個配套項目。這模型據說很能幹，能自己鑽進各種系統，找出漏洞。我在4月份那期講 Mesos 視頻時說過，他最有名的戰果是在一個號稱最安全的操作系統裡挖出了一個藏了27年的老漏洞，然后他对外說，這模型太危險了，不能公開，只能給50家巨頭組成的小圈子裡用。再拿着這個危險去跟政府講，你看，到了非管不可的時候了。你發現這個圈套的問題了嗎？模型是他造的，體檢是他自己做的，他很危險這個結論也是他自己宣布的。風險的制造者，證據的持有人，規矩的出錢推动者，從頭到尾是同一家公司，這本身就夠耐人尋味了。可更要命的是，這份鐵證被外面的獨立機構一扒，水分大得嚇人。有一家叫非企鵝的安全媒體，把它的原始數據一層層的剝開，剥出了一个特別難看的漏洞。他對外吹發現了好幾萬個漏洞，原始數據是有23000多個，可這是模型沒經過任何篩選胡亂吐出來的毛坯。往下篩一層，模型自己覺得高危的剩6000多。再經過真人核對的只剩1700多，真正通吃了廠商的530個，而這530個裡頭，最後真被廠商打了補丁的只有75個。從23000到75，他吹了好幾萬，落地的就這麼點。後來火狐瀏覽器的官方公告裡，實際只認了他3個漏洞，可他對外宣稱提交了上百個。還有更直接的，一家叫 Vedic 的安全實驗室，壓根沒申請用他那個秘密模型，他們就用市面上人人都能買得到的普通 AI， 配一個免費的開源工具，單個文件成本壓在了$30以內，就把他最得意的那個27年的老漏洞給復現了出來。$30，這一下就把那個太危險，只能給特權圈子用的說法捅破了。這套話術其實不新鮮，2019年 OpenAI 就用過一模一樣的詞，說自己的一個模型太危險，不敢開源。結果沒過2年，比那個強得多的模型開源社區裡遍地都是。我得說句公道話，免得你覺得我一邊倒，這模型的本事是真的，英國官方的 AI 安全所獨立測過，
在一些防守薄弱的系統上，成功率有 73%。Cloudflare 也確認，他幹起活來確實比上一代強了不止一截。本事是真的不假，被戳穿的是太危險，只能我用這套說辭。被注水的是那串嚇人的數字。本事真，說法假，數據是精挑細選過的。這3句話你串起來，整件事就清楚了。這跟我上一期講的雙軌防護是一條線。昨天他還只是在自己的公司裡按客戶的身份發不同的 AI 權限，等於自己給自己發牌照。今天他這篇萬字長文是想把這個發牌照的權利從公司內部升級成國家法律。講到這兒，你可能還覺得這是大廠之間的遊戲，跟我沒關係。錯了，下面這部分才是真正砸到你錢包上的。因為這種打着安全旗號，用一條硬線畫准入門檻的劇本，歷史上演過，結局我們都知道。第一個例子，202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搞了個監管法案，本意是管住華爾街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巨頭。他怎麼劃線的呢？按資產規模，比如100億美元卡一道坎。結果呢，真正的巨頭一個沒倒，反倒是全國那些扎根小鎮的社區銀行被壓垮了一大片。社區銀行的市場份額從上世紀90年代的 40% 以上，一路滑到了 20% 出頭。前100家大銀行最後占了全國差不多3/4的資產。這裡我講句公道話，社區銀行變少本來就是幾十年的大趨勢，不能全賴這個法案。但這個法案實實在在的給這個過程踩了油門。一部本想防巨頭的法案，最後幫了大魚吃掉了小魚。第二個例子更典型，美國食藥監局管新藥，為了絕對安全，他定了一套又長又嚴的臨床試驗。結果是什麼呢？現在把一款新藥推上市，裡裡外外算總賬，要燒大約26億美元，而且86%的候選藥最後都失敗了。這麼高的門檻，小的生物科技公司根本玩不起。他們唯一的活路，就是在早期做出點苗頭，然後賣身給輝瑞、強生這種大藥廠。你看，安全門檻本身沒錯，可他跑下來的實際結果是把整個行業的創新紅利鎖死在了少數幾個寡頭手裡。窮的更難進場，富的越來越壯。這不是哪個壞人故意設計的，這是規則自己長出來的果子。你把這2個例子擺在 AI 面前，那個相似度真讓人忍不住多想一層。當年用100億資產劃線，跟現在用算力劃線，是不是同一個套路呢？當年的強制臨床試驗，跟今天 AI 的強制安全體檢，是不是一回事呢？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劇本其實都寫好了。一個有才華的 AI 創意團隊，面前擺着3座大山，跨過那條算力線要燒上億美元，每年的合規維護又是幾百萬。還有一旦出事，按全球營收 7% 開罰的那把刀，風投會怎麼算這筆賬呢？很簡單，不投了。資本會徹底繞開從零做大模型的這條路，前湧向風險低得多的應用層。基礎大模型這扇門就這麼打着安全的名義悄悄地關上了。而且這個格局現在已經在板結了。企業市場上，達里奧這家占了 40%， OpenAI 占了 27%， Google 占了 21%， 3家加起來 88%。 剩下的開源和二線本來還能靠低價靠免費去啃一口這塊蛋糕，可一旦合規風險壓上來，企業客戶會為了不踩法律的雷，最省心的選擇就是花錢買平安，繼續高價訂這3家已經過了認證的服務。你看那個
最會省算力的 DeepSeek 這類模型，拋開地缘政治等因素，如果它能在美國合法的使用，那它現在的算力也還踩在監管線下面活着。但他自己都承認，模型的知識面還差點，將來要往上提，就得加算力，遲早撞上那條紅線。連最會過日子的玩家都躲不掉，何況別人呢？有機構預測，到2030年會有500多個模型越過更高的那條線，這張網會罩到越來越多的人頭上。所以落在你我這種普通人身上，這件事就一句話：你現在看好的那家小公司，那個開源項目，將來可能不是被淘汰的，是連考場都沒讓進。這不是一句空洞的政策，這是真金白銀的格局重排，是你押注的那匹黑馬還沒起跑就被取消了資格。看到這，你大概也回過味來了。其實不光他一家在幹這事，我上個月講過 OpenAI， 他走的是另一條立法路，給自己求一塊免責的免死金牌。一個求免責，一個設門檻，方向看着相反，可你把它們擺在一塊看，終點是同一個，都是想把規矩本身變成自家賬本上的一項資產。這才是這一輪 AI 巨頭集體往立法裡鑽的真正圖謀。尤其對達里奧來說，這個時機一點都不是巧合。他這家公司正排隊衝一個估值上萬億美元的 IPO。IPO 前最值錢的是什麼？不是多賣幾個模型，是先把一道只有自己跨得過去的門檻焊進法律裡。招股書上寫的護城河會過期，寫進國家法律的護城河不會。這才是他這萬字長文最硬的那層底牌。那作為普通人，我們到底該盯什麼呢？你不用去猜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那沒意義。你就盯5個能查證的信號。第一，那條算力線會不會從現在的位置繼續往下探，網會不會越撒越大？第二，那幾家獨立檢測機構會不會慢慢被巨頭的錢滲透？第三，最後出來的法案裡給不給開源和創業公司留一個豁免的口子？第四，那個494%的游說支出後面還會漲多少？第五，特朗普政府現在那套軟的命令會不会被達里奧這套硬提案一步步的帶過去？盯緊這5個信號，比聽任何一個 AI 老板的願景演講都有用。最後，我想把這件事往大了說一層。你有沒有發現，當一項技術強到所有人都怕它的時候，誰來定義什麼叫危險？誰來制定怎麼管的規矩？這個權力本身就比技術更值錢。過去我們以為 AI 公司比的是模型參數，比的是誰更聰明。可能我們都看錯了。真正決定一家公司能不能長治久安的護城河，也許根本不是它的算法，而是它能不能把自己的做法寫進國家的法律裡。達里奧這萬字長文幹的就是這件事。等這份提案的全文，那條算力線的最終數字真出來，我們才能看清，他到底是在給公眾裝一道防盜門，還是在給整個行業的大門換一把只有他自己有鑰匙的鎖。屏幕前的你，你怎麼看這件事呢？一家公司說自己的產品危險，主動請政府來管它，你會理解成這是有擔當，還是他在搶着給所有人定規矩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如果你覺得這種不帶情緒、不拆故事，只把利益鏈條拆給你看的內容還有點用，就順手點個讚吧。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